我就是想牵个手，你当我咸猪手啊？手背都给你打红了。对不起，要不我买瓶饮料给你冰敷一下？你帮人家呼呼啦？你咋不站在喜马拉雅山起点给我呼呢？老师，其实你来圆圆社我还是挺开心的，但是这里离圆圆社也就不过500米的距离，这里熟人很多的，咱们俩还是不要有肢体接触比较好。行，那范围就以圆圆社为中心，这条路的长度为半径，怎么样？3公里过马路吧。不行，半径5公里。我怎么觉得你跟买菜似的在那儿讨价还价呀？前面有很多餐厅的，你中午想吃什么可以随便挑选。我还要出外勤，就先不陪你了。啊？你干嘛？你说过的呀，不能有肢体接触。我也想去。不要了吧，我可是去出任务。我也是做任务呀。我既然跟着你学习，那么内勤外勤我都得跟着。那好吧，反正这主意本来就是你想出来的。走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当是谈工作了，反倒是你，怎么现在就像一个牛皮糖一样，甩都甩不掉？你好啦，姜老师，周川现在正在圆圆社实习，为新小说采风，跟着我出来也是为了出外勤。今天之所以联系您，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为悬疑电影办一场讲座。讲座？是为了给消失的游乐园造势是吧？我今天有看到圆圆社官方平台上有发布要出这本书的消息，可是和这家伙的转发量相比呢，有一点不太给力，也让你担心了吧？没有，姜老师，你可千万不要拿周川老师来做横向对比。当时他的新书转发量高，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卖他面子、凑热闹来的。虽然我知道你说这话是为了安慰他，但是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不入耳呢？周延逆耳。姜老师，您沉寂了这么多年，正好可以借这次机会重回大众视线，告诉所有人，王者归来，我要出书了。作为您的读者，想想那个场面，我就感觉到热血沸腾的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本身对这件事情不抗拒，我只是单纯觉得很麻烦而已。我知道，我天天给您画大饼，略有几分狼来的感觉，但是我还是想挣扎地说明一下，这波狼真的就在山下了。我知道您对消失的游乐园寄予厚望，我们所有人也都希望你能够逆风翻盘，东山再起。所以，姜老师，我真的非常希望您能够考虑一下。为了销量和重回巅峰，总是要有牺牲的。姜老师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发行部是不是给消失的游乐园使绊子了？你听说什么了？我当时提的明明说是牵手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讲座了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为了恢复姜老师的出版计划，签售等不了了。我们打算提前为他造势，但是今天聊下来，感觉他的意愿好像不是很大。江雨晨之前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也没有举办过一场签售会。这么看来，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和我一样，是本能抗拒的。那你之前还给我出这个主意？我只是随口一提，没想到你就记住了。
放心吧，他也有跟我不一样的地方，只不过这一次，他绝对不允许失败。你就是口是心非，心里比谁都着急。我以前也想过啊，如果有一天我过气了怎么办？读者因为一本书对作者失望，然后遗忘是件非常可怕的事。从未露过真容的作者举办活动，这大概是最后的噱头。至于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全要看作品本身，值不值得孤注一掷。你也认为《消失的游乐园》是姜老师值得孤注一掷的作品？我可没这么说，这都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啊！啊5公里。哎，你干嘛？过来。你看，这边离圆圆社是5.1公里，可以制定节奏。怎么这么幼稚？我乐意。就幼稚。好啦，0.1公里到啦。我们好远。姜老师，办讲座的事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同意。姜老师同意了。真的吗？我看看。还真是啊。太好了，谢谢姜老师。不过如果你要做讲座的话，需要做一些准备，你记得买一些正装，还有头发也要弄一下。如果明天你有空的话，不如我陪你。我就穿陪你去。都30多岁的人了，不会做头发买衣服啊？要你个小鞭子操心，我明天陪他去得了。我知道，其实你比任何人都希望姜老师重回巅峰，是不是？我警告你，不许一颗心全挂在他的讲座上。不然我要挂在哪儿？我身上呀，我连载大纲还没交呢，你也得多上心。那你教教我，我该怎么对你上心？是蹲在你房间门口，每天对你鬼哭狼嚎，回头你又拿房客守则30条来约束我。都已经进圆圆社1个礼拜了，我连半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看到，你教教我该怎么办？你干嘛这么猥琐看着我笑？这样好，不管你是高兴还是生气，只要看着我就行。不是吧？你被顾白纸荼毒的也太深了，什么重要场合就只能想到黑西装。这跟顾白纸没关系，好吧？这个，得了吧，最近明飞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你就没关心他？我呢，一没有立场，二不知道前因后果，我没理由关心他的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在你心里，顾白纸到底算是个什么位置啊？我对你的感情生活没有任何的好奇心啊，我只是觉得你俩最近好像关系变好了，做朋友可以，旧情复燃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省省力气吧，否则迟早旧事重演。那你还让我送他回家？谁让你盯了不该盯的人啊？合着你报复我呢？我要是想报复你，就让你穿这件了。等一下会有很多读者来的，这些椅子都会被坐满。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老板会在自家书店开自己的讲座。阿向，我和你一起跑。
我说这位实习生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悠哉地坐在这里，给自己找点事情做？比如问问姜老师还有多久到？还需要你吩咐？还有1个红绿灯就到了。请问有事吗？你就是顾白芷吧？我们是云飞的书迷。你们好。我就快到了，别催了啊！喂，姜老师，我是云飞。我刚在我读者群看到白芷姐被我读者困在车上的照片了。他们为了我的新书去新顿找她讨公道了。但是我现在又在外地，飞都飞不过去，我只能想到你了。喂，姜老师，你在听吗？我在开车呢，先挂了吧。我已经报警了，3分钟之内离开就不和你们计较。你们新顿威胁作者强行出版半成品稿件，你还有理了你？你知不知道云飞为了这本书准备了多长时间？你们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？好好的一本书都被你们给毁了！我们要求退稿，退稿，退稿！有什么问题到网上去反馈，作者不是明星，别搞饭圈这一套。你们恶意压榨作者，欺骗我们书迷的钱，我们书迷有权利发声。就是的，我会处理这件事。哎，走，别走，别走！你干嘛？松手！弟哥，干嘛呢？是不是疯了呀？遇到这种事儿都敢下车？我没想到他们这么激动。你没事吧？快走吧。哎，顾跟走，顾跟走！姜永成，姜永成，姜永成，你进去。姜永成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不是说他快到了吗？都已经1个小时了，人呢？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他不接电话，我觉得出事儿了。再拿一个。助理，启动之前商定的紧急预案。周畅老师继续打。那个姜雨成老师书迷负责人是谁？我跟他聊聊。我带你去。喂，姜永成在哪儿呢？顾白芷。哦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说？顾白芷的车被云飞的读者给围了，姜永成去英雄救美，旁而不让把自己给绑到医院去了。那没事，我先去医院看看情况，你照顾好现场。好。姜雨晨，死了没啊？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换衣服，你带我去那个讲座现场啊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虽然从外表上来看伤势并不严重，但是还要留院观察2天，看看有没有脑震荡。脑震荡？我不会有脑震荡的，我现在特别清醒。哎，你现在这个状态啊，根本就走不了。实在着急的话，就赶紧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，确认没事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好的，谢谢医生啊。谢谢啊。听见没？医生都说了，让你好好待着，躺着吧。我都说了，我这没事，我缓一缓就好。哎，书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再说圆月社不是已经决定把你出版计划往后延了吗？先给 coser 出书，这就是一场讲座，又不能让他们起死回生。顾白芷，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赶紧走吧，不耽误你升官发财。他刚才说的出版计划延后的事儿，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们居然都瞒着他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就知道现在处理为了你的事儿忙得焦头烂额的。我也没有想到云飞的读者会这么激进。现在好了，姜雨晨大展身手，英雄救美了，把自己的事儿给耽误了。
哎，贝姐，是我。最近陆导有时间见个面吗？我这儿有个特别好的故事想引荐给他，叫《消失的游乐园》，您看过吗？啊，如果没有时间专门见面的话，我可以去找他。好，等您电话。谢谢贝姐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可是姜老师的读者特意定做的锦旗。是吗？是你定做的吧？我不就是姜老师最大的读者吗？姜老师，你放心，今天的书迷听了我们的解释，又看了圆月社的官方声明之后，都表示很理解。我们月光编辑部也承诺，今天到场所有的书迷，等你的书上市之后，都会免费寄送一本。这可是大手笔啊！哎，我倒要看看发了什么了不得的内容。姜老师在赶来签售会的路上，做好人好事，救了一名被锁在车内无法逃生的路人，结果舍己救人，不小心受伤进了医院。没错啊，这就是事实吧？哎，你们官微还发了这本锦旗啊？上面还写了“读者送锦旗，宣誓永相随”。我看下面的评论都是向你一边倒的。这次的危机公关做得很成功。谢谢，应该的。为我的事善后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姜老师，这些我们都做了计划。那你看这首诗，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一件事儿？这次替我举办讲座，是不是为了让《消失的游乐园》正常出版？对不起啊，姜老师，之前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。明天我会去和圆月社解约。今日承诺送给书迷的书，等出版以后，我会亲自买单。姜老师，他们都说我脾气好，说我有求必应，配合电商、书店转发那些大减价卖书的链接。杂志社让我把一些销量高但是内容差的书捆绑销售，我也笑着答应。即便我1000个、10000个不愿意，我还是得照做。就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从金字塔尖上掉下来的过气作家，所以消失的游乐园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我明白，所以我一定会努力让这本书今年就上市的。努力。没想到我江雨成也可怜到这个地步啊！助理，既然贵社对我的作品没有信心，我们就真的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了。不是的，我们很有信心，只不过是因为发行部考那虑到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。你们更担心的是我和周川的黄泉客栈壮大。